同学们，早上、中午、晚上好。今天介绍一下 EA 发送消息给微信的一个方法，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效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需求？我们开发了一个半自动的 EA，我们不希望全部的逻辑都由 EA 去决定是否开平仓。我们希望出现做单信号的时候，能够利用我们这个聪明的大脑再去做一下判断，是不是真的要进场。止盈止损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出现出场信号的时候，策略 EA 会提示我们一下，然后我们自己去决定是否要平仓，或者就是当你们开发完一个 EA 后，把它挂在自己的电脑上也好，或者是挂在这个 VPS 上也好，总是想登录上去看一看这个 EA 给我赚了多少啦，亏了多少啦，策略有没有开仓啊，有没有准确的给我这个止损啊、止盈啊，各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有自己的这个风险的监控体系，就类似于这里展示的这种总账户的最大回撤控制啊，当日的最大回撤控制啊，还有当日的最大可允许的交易笔数啊，可允许的最大的一个亏损笔数啊，或者说当天盈利了多少就不再开单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需要您亲自过目的控制类的逻辑吧。所有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及时的发送一个消息到你的微信上，然后就可以把开单的这些信号啊、平仓的信号啊，已经开单的这种浮盈浮亏啦，账户的最大回撤啊，或者说是今天已经亏损了多少啊，已经赚了多少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接下来讲的这种方式可以及时的发送到你的这个微信上，让你不管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都可以时刻的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业绩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MT5它是自带的有这种通知功能的，但是这个根据我个人之前的使用感受吧，就不是很好。它要么就是通知的不及时，要么就是它通知了，但是它手机呢它又不提醒，电脑也不提醒。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国内的大家知道这个网络原因反正总体的这个使用感受就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发邮件的方式呢，感觉也没有那么及时，并且说实话看邮件的这个频率也不是太高。只有微信是我们每个人每天可能观看频率比较高的，并且它的消息提示消息推送是很及时的。这个腾讯的技术还是很稳的。好，那我们就演示一下我们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消息通知的通道。这个推送的通道可以是任何一种方式。我今天演示的这种使用服务号的推送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你也可以使用比如说类似于现在这种OK 币安这种发短信的方式。那么你就可以去阿里云申请一个短信的 API 接口。我之前用过用的时候还是挺便宜的。我刚才又去看了一下，它现在是分套餐了，大概就是4-5分钱一条吧，不贵。说起这个短信 API 我就想起一个事情，某些老板这种商战行为真的是挺 low 的。我自己经历过这个事情我记得那是一个放假的日子我当时是度过了美好的2天假期之后我再次来到公司，然后同事就给我说短信发不了了。我当时就很奇怪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在放假前才充了2万到这个阿里云，当时用的是阿里云发短信这个服务，所以他一说之后，我马上就登上这个阿里云的后台我定睛一看，如你所料没钱了，2万块没了。我再打开服务器的后台一看，好家伙，不知道是哪个什么样的一个，应该是个机构感觉他反正也是花了大价钱的，电话号码不重复， IP 不重复，用户资料不重复，反正就是各种攻击我们的这个短信接口。那时候好像阿里云还没有这种很好的风控，或者说是它有，但是我们这个技术没有设置好，硬生生的把2万给刷完了。这就是纯纯的损人不利己伤敌1000自损800的行为。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祛魅，就是你以为的真正的商战是什么？尔虞我诈，精英谈判，坐在高级的 CBD 办公室里挥斥方遒。现实一点呢，就是抢你的公章，派人这个浇死你的发财树，雇佣这个保洁阿姨给你们机房拉闸，攻击你们的这个短信接口。虽然伤害性不大，但是它是绝对能恶心到你。好了，不说了说了一堆废话。我们今天这里不用短信，就是使用的这个服务号，因为就是给我们自己使用嘛，所以它上面有一些这些其他的一些信息的话，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了。你如果是很介意的话，那你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它这里还有这个企业微信机器人钉钉群飞书群之类的还有这个 Push Dear 里面是纯粹的消息什么都没有。我这里呢就用这个方糖服务号就好了。那么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去创建一个 Server 酱的账号，就是用微信扫这个平台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去订阅这个
方糖的服务号，这就注册好了。大家不要看它这个界面，还有它这个 logo 的样子啊，感觉它不专业。其实它应该是存在挺久的了，我记得是很多年以前我就有使用过它，所以它这个还是挺稳的，挺稳的。那么创建好账号之后呢，第二步就是来到这个 Key and API 这个页面，这里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 Send Key 了，也就是我们的 token，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来到我们的 Meta Editor， 来到我们这个 EA 的界面，这是我用来演示的一个 EA， 然后把这个 Key 粘贴到 token 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业务场景，你想要实现的某些目的，去写相应的代码就可以了。我这个文件里面主要的重点就是发送这个消息的逻辑，其他的你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去补充。你可以直接使用我这里的这个 send message 这个封装的函数，这样只要你以后有其他需要发送这种微信消息的请求啦，这种需求了，你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些代码的作用吧，含义啊。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版权信息了，这里呢就是我们输入 token 的地方。然后我这个文件是一个 EA 啊，我不想让它在每一个ticket 都去发送一条消息，所以我就把这个发送消息的逻辑放在这个 onInit 方法里面。这个方法是只执行一次啊，你们自己使用的时候肯定是把这一块发送消息的逻辑放在你们自己的这个代码中了。那么主要调用的其实就是这个 send message 方法。发送成功的话就是弹一个框，告诉用户已发出；发送失败的话就是弹一个发送失败的框。然后这个 send message 里面的代码呢也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发送了一个 HTTP 请求。如果你们想把它改成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那么就把相应的这个短信 API 写在这个位置，然后再把相应的参数进行一个替换即可。最后呢，我们把这个消息的返回的一个状态码返回出去，我们通过这个状态码来进行判断消息是否发送成功了。200的话就代表的是发送成功了。如果返回的是这个4041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的 MT5没有添加这个地址。我演示一下是怎么添加的。来到我们的 MT5， 然后点击工具，点击选项，然后点击这个 EA 交易，然后把这里的允许 Web Request 把这个勾给它勾上，再把这个地址给它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好，添加完这个地址之后，全部的步骤就已经完成了。我这里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消息发送的一个样子。我们双击这个 EA，我这里是手动的去触发发送微信消息的一个方式啊。当你们把自己的业务场景补充到代码里面之后，它就是以一种程序自动化的方式去发送的，应该不难理解啊。好，我们直接点击确定，然后是给我们弹出了一个提示框，它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已发出，也就是说发送成功了。我的手机已经发出了提醒，然后我的电脑也登录了微信，电脑应该也是有一个提醒的。是的，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这个提醒的消息。点开里面就是我们具体的这个 message content， 这里面的逻辑我是随便写的，我只是演示一下这个方法。然后官方呢，它其实是推荐这个 Pushdear 这种方式，就是你下载这个 Pushdear 这个 APP， 然后把它这个 APK 安装到我们的手机上，它就会以一种类似于我们刚才这种微信的消息进行发送。然后它里面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的，就是纯粹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方式还不如微信呢，因为微信我们每天使用的频率其实蛮高的并且微信它电脑、手机都能提醒到。反正我个人是觉得会更方便一点。其余的这些方式，如果你们自己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试一下。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个代码的话，它纯粹就是一个纯工具类纯粹的一个工具。建议大家自己写一下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我就放这吧。然后发送关键词消息通知就可以获取到了。好，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